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健康一帖》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许多人都有却常常忽略的问题：膝盖在我的门诊里，从年轻的运动员到30-40岁的上班族，再到长者，几乎每天都有病患因为膝盖疼痛来求助。有人是爬山、跑步后膝盖发炎，有人只是久坐或久站就觉得膝盖发软。上楼梯时卡卡的，还有人说自己只不过坐着追剧，结果一起身，膝盖就像卡住一样，痛得走不太动。这些情况其实都是身体在发出警讯，只是我们大多不以为意。有人贴药布，有人热敷一下，或者干脆不动，想说休息几天就好。但这种看似保护膝盖的做法，其实可能是灾难的开端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请您先帮我一个小忙。如果您也曾经膝盖痛，或家里有长辈常常喊膝盖不舒服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或在留言区打上一起健康。这不只是鼓励我继续拍这类健康内容，更可能让更多人看到正确的膝盖保养方法。今天我想用我30多年临床经验告诉您一个真相：许多人以为的保暖和休息，其实常常在慢慢毁掉膝盖。错误的静养不仅不能减缓磨损，反而让软骨加速退化。听起来夸张吗？但根据复健医学与运动科学的研究，关节软骨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组织，它不像肌肉或皮肤那样有血管能直接获得养分，而是要靠关节腔里的滑液来吃饭。这层软骨是我们行走、跑跳的避震垫，它比象牙还光滑，让骨头在动作时能顺畅滑动，不互相摩擦。不过没有血管，就代表它的营养必须靠压力变化吸收，也就是靠我们动。当关节活动时，软骨就像海绵一样，藉由压与放的节律，把滑液中的营养泵进去，再把废物挤出来。这就是节律性压缩的原理。也因此，只要我们每天有规律的活动，软骨才能维持湿润、有弹性、富含养分。但问题来了，很多人一觉得膝盖不舒服，就选择完全不动，觉得只要静养就能让膝盖休息恢复。这时候，软骨的泵动作就停了，营养的供应链瞬间中断。当这种情况持续几天甚至几周，软骨就会像干掉的海绵一样失去弹性，变得脆弱。等到再一次起身走路，两片干裂的软骨彼此摩擦，磨出细小的碎屑。这些碎屑又会刺激关节，造成无菌性发炎。炎症一旦发生，关节不止更痛更肿，这些发炎因子还会循着血液流到全身，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换句话说，当您因为疼痛选择完全静止的那一刻，其实也启动了软骨死亡的倒数计时。看似最温柔的休息，往往是膝盖退化的开端。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哪些看似爱护膝盖的日常习惯，其实正在慢慢害我们的关节。我整理出5个最常见也最容易被误会的行为。先从第5名说起，膝盖一痛就完全不动。许多人以为膝盖痛就是关节在磨损，所以要让它休息。但这样的休息若超过2天，对慢性关节炎反而是致命的。因为我们前面提过，软骨靠压力变化来吸收营养，长时间不动，营养进不来，代谢废物出不去，就会让软骨越来越干越脆。更糟的是，您膝盖周围最重要的肌肉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也会迅速萎缩，它就像是包覆在膝盖外的一组弹簧，能吸收走路时的震动。当肌肉变弱，所有冲击力就直接打在软骨上，造成更严重磨损，于是形成恶性循环，越痛越不敢动，越不动肌肉越弱，肌肉越弱膝盖越不稳，膝盖越不稳，磨损越严重，最后痛得走不动。您以为在休息，其实是在拆掉自己膝盖的防护盔甲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关键不是完全静止，而是用不负重的运动取代不活动的休息。这里有一个我最常教病人的动作，坐姿抬腿。它能在不压迫膝盖的情况下，同时训练股四头肌和促进滑液循环。做法很简单：第一，坐在稳固的椅子上，背要挺直；第二，将疼痛那条腿慢慢抬起，直到与地面平行；第三，在腿伸直的最高点用力收紧大腿肌肉，让膝盖上方绷紧，保持5到10秒；第四，再慢慢放下，这算1次。每天做2到3组，每组10到15次。这个简单的训练就是膝盖自救的第一步。接着第4名，错误的运动方式。很多人觉得膝盖痛要多运动，精神可嘉，但方向错了。
像是爬山、跳舞、爬楼梯、反复下蹲，这些都会让膝盖承受过高压力。在生物力学的数据中，平地走路时，膝盖压力约是体重的2倍，上楼变成3到4倍，下楼5到7倍。如果是下蹲或深蹲，压力更可达8倍。对已经退化或发炎的关节来说，这等于是拿钢刷刷不粘锅，软骨每被磨一次就更薄更脆。所以运动不是越激烈越好，而是要对的方法。膝盖痛时，最建议的运动是游泳、骑飞轮或水中走路。这些活动既能让关节活动、强化肌肉，又能减少关节压力。第3名，热敷滥用。热敷是许多人对付疼痛的万用招，但它其实是双面刃。热敷能让肌肉暂时放松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但它并不能修复软骨，也不能强化膝盖。若您正处在关节红肿热痛的急性发炎期，热敷反而会让血管更扩张，发炎物质更多，结果就是越敷越肿，越敷越痛。正确原则是急性期要冰敷，等红肿消退后才可改用热敷辅助放松。如果不确定自己的状况，最好咨询医师或复健师评估。再来谈第2名，也是很多人忽略的隐形杀手——鞋子。不少人觉得年纪大了，穿软底鞋、平底鞋最舒服，走起来轻松不压脚。但事实刚好相反，太软没支撑的鞋子其实是膝盖最大的敌人。我们的脚底有个天然避震器——足弓，它负责分散走路时的压力，就像汽车的避震弹簧。如果鞋底太软，没有足弓支撑，足弓会塌陷，力量会一路往上传到膝盖，导致小腿内旋，膝盖内扣长期下来就形成轻微的 X 型腿，结果是膝盖内侧软骨被过度磨损。在台湾，大多数退化性关节炎患者都是从这里开始。换句话说，您以为的柔软舒适，其实是一种慢性放纵，每走一步都是在让膝盖受伤。要保护膝盖，请记得3个重点：第一，鞋子要有足够的支撑，鞋垫必须有足弓弧度，后跟要硬挺稳固，不能一压就扁，这样能防止脚歪斜，稳定膝关节。第二，鞋底要有适当弹性与避震，软硬适中最理想，能吸收冲击力，而鞋底的弯折点要在前脚掌1/3处，不能在中间。第三，尺寸要合适，试鞋时脚趾前要留一指宽的空间，鞋宽也不能太挤。简单说，一双有支撑、有避震又合脚的健走鞋，比任何护膝贴布、药膏都更能延长膝盖寿命。现在来到第1名，最常见、最享受的错误行为，那就是软沙发。很多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整个人陷进沙发里，觉得终于能放松休息。但这个动作对膝盖和腰椎来说几乎是酷刑。当您坐进那张又低又软的沙发时，骨盆会往后倾，腰椎的弧度消失，椎间盘压力瞬间上升，久坐1小时，相当于在腰椎上放了1整桶水泥。而当您要从沙发上起身，因为沙发太低太软，腿的力量使不上，大多数人都会先把上半身往前甩，再用力蹬地。这个甩甩蹬的动作会在膝关节产生强大的剪切力，尤其是髌骨与股骨之间会被瞬间切出高压摩擦。一天起身10次、20次，这一股力量就重复10几20回，长期下来，软骨就会被磨出坑洞。很多长辈以为坐沙发是最享受的休息，但事实上，这是导致膝盖退化与腰酸背痛的元凶之一。听到这里，很多人可能会有点惊讶，甚至开始回想家里那张沙发、那双鞋子、那瓶热敷贴布。但别担心，知道错误就能修正。我们今天揭露这些问题，不是为了让人焦虑，而是希望大家学会更智慧的保养膝盖。其实，真正的护膝关键只有2句话：锻炼是最好的保养，支撑是最好的保护。第一个重点，锻炼对于慢性的膝盖问题来说，动得对才是延缓退化的根本。别怕运动会让关节磨损，怕的是不动。每天花几分钟做坐姿抬腿，强化股四头肌，就能让膝盖更稳、更有支撑。同时可以配合轻度伸展，像是抬脚尖、脚踝绕圈、踢小腿，这些温和动作都能促进滑液流通，减轻僵硬。第2个重点，支撑，请重新检视家里环境。那张让您陷进去的软沙发，请换成高度适中、软硬适度的椅子。理想状态是坐下时大腿平行地面，小腿垂直地面，这样膝盖受力最平均。另外，鞋子非常关键，
投资一双有足弓支撑、避震力好的健走鞋，比吃任何保健品都实际。很多人花大钱买钙片，胶原蛋白却忽略每天踩在地上的那一步。真正的护膝不在瓶子里，而在每一次正确的走路姿势。记得膝盖承载的不只是体重，还有您生活的自由活动的尊严。能自由走路，就是晚年最珍贵的幸福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请养成3个习惯：每天动一动，不久坐，穿好鞋。如果膝盖已经疼痛，别再盲目贴药布或热敷，先让关节降温，再强化肌肉，慢慢的疼痛会减轻，走路也会更稳。我希望今天的内容能成为照亮您健康之路的一盏灯。如果您觉得这集对您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个赞，也分享给正在被膝盖问题困扰的家人与朋友，让更多人一起加入健康行动。我们要一起把这份正确的护膝观念传给父母、伴侣、孩子，让下一代更早学会照顾关节，不再重蹈覆辙。请记住，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昂贵的补品，而是让您每天都能自在走路上下楼无碍的健康膝盖。今天给自己一个承诺，从现在开始动起来，挺起来，守护您的行动自由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